嗨，大家好，我是柏林。欧洲自由行的第6天，早上从慕尼黑出发前往瑞士。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苏黎世，这里真的怎么拍都很美，就算只是快闪一下也觉得超值得。晚上我们会住在圣莫里兹饭店 check in 之后，马上冲去超市采买。超市绝对是小资旅行的好朋友，省钱又方便。这期会跟大家分享一些瑞士旅行的小心得，像是交通转乘、住宿环境，还有物价到底有多惊人。有兴趣的话就一起看下去吧。大家早，现在时间6点半，我们要搭乘 SBB， 直接从德国慕尼黑到瑞士的苏黎世。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搭乘去瑞士的列车。然后他们这边的列车真的都是自己要按钮上车的，就按前面那个绿色，然后门会打开。我们很早出门，就是为了要赶这个行李架，还好就是我们算是第一个上来的乘客。所以大行李就赶快先放，你就直接坐在大行李旁边，就是会比较安心一点点这样子。这一辆要去苏黎世的车呢，它总共是有7节车厢，那它会有分1等舱跟2等舱，然后我们算是买2等舱比较便宜，2等舱就有点像是台湾高铁的自由座，就是它没有对号的，1等舱就是有对号座。应该很多人到瑞士自由行的话，他是会买 Swiss Pass， 可是因为我们出发的地点还是在德国，它并不属于瑞士，所以它没办法使用 Swiss Pass。小猪这边的话，一样就是用我们前面有使用到的 DB 这个 app， 标示的都还蛮清楚的。基本上我们现在目前搭的每一班德铁里面，它都会有人过来验票。Ticket 在右边这边，就他没有看的是这边。小猪刚才提醒我才发现到说，就是德国还是在欧盟区。那我们等一下进入到瑞士之后，它就是比较一个中立的国家。我们在当地使用的货币就是瑞士法郎。到达苏黎世站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先寄放我们的行李。前面这边就是寄放行李的 locker，21区、22区、23、24都有这种超大的置物柜 ，Double XL， 真的很大。你看，我们塞了2个至少29、30寸的行李箱，再加上一个登机箱，旁边还有一些空间。寄放一次是12法郎，是可以刷卡的。看起来 Apple Pay 是成功，小猪手上拿到就是我们的 QR code， 上面也有写我们的置物柜的号码。苏黎世这边不会过夜，算是我们中途短暂停留的一站。想说难得来苏黎世，这边也是有一些比较大的景点，所以我们就是先来去走一走。今天晚上我们会住在圣莫里兹，然后我们这次有买 Swiss Pass， 像是巴士大部分都是可以靠这个来移动。我们现在来到公车站牌，搭乘4号这班车。这个巴士其实有点像是路面电车啦，也不完全是真的巴士。坐4号这一班，然后来到这个 Helmholtz 嘛，不知道怎么念。今天天气很好，没有德国那么冷。那边就是苏黎世圣彼得教堂，然后这是苏黎世圣母教堂。圣母教堂它前面呢有一个桥，圣母桥。然后过了这个桥之后的这一片都是老城区，这一栋就是苏黎世大教堂啦。哇塞，这进来要到楼上参观，这个楼梯也是很小哎，地方真的有点窄，锻炼腿力的时候又来了。1个人的门票是5法郎 ，OK， 走来了，我们喘一下，来都来了，5法郎就给它花下去了。看上面还很高哎，我们终于爬上来了。这边都有用栏杆把你围起来，所以你只能隔着栏杆这样往外看。其实从上面往外看是真的蛮漂亮的，没有浪费这5法郎。往下走也是困难重重啊。窗户旁边就有提供椅子，让你们坐着，可以欣赏外面的美景。往外面看也是真的蛮漂亮的。刚才就是从这个门上去的，这边有写说最后进入时间是下午4点。想要走经过这条圣母桥，
今天的天气真的太赞了。现在在我们前面这条呢，就是利马特，因为有鸭子在游泳，它感觉很惬意。现在我们要来参观的是圣母教堂，哇，这都是历史的痕迹啊！墙壁上很多壁画都是圣母的故事。走到门口，然后看到他说进去参观又要5法郎，到底有没有必要进去参观呢？因为它上面是没有像刚刚苏黎世大教堂那种展望台的，所以这个时候大家通常可以先把 Google Map 打开来看一下那个照片里面景色是你想去参观的话，我觉得那就有花钱花的比较值得一点。那像我们刚才看了一下，我就觉得好像还好。所以我们就决定把那5法郎给省下来。现在走的这个地方就是小猪刚才讲的老城区。现在当地这边很多人很 chill， 坐着喝个咖啡聊个天。道路大部分都是这种石头路，建议真的是要找一下置物柜。如果你的行李箱没有很勇的话，轮子会坏掉。我们走到圣彼得大教堂这边的路口了，查了一下，它现在正在整修，所以我们就在下面这样子往上看，也是很漂亮。真的随便一条小巷子都这么漂亮，你们可以在这边很多巷子里面找到一些美景，然后去拍照，真的都很赞，拍起来，尤其是天气好的时候。顺着老城区这边随便闲逛拍照，一不小心就来到也是一个景点。眼前这边就是林登霍夫山，从这边往下拍也是很漂亮哎。苏黎世大教堂在那个地方，我们刚才从那边沿路经过很多地方，老城区慢慢的晃上来，散步然后顺便拍照，很快就到了。这个地方是蛮赞的，但小猪很认真在拍照。这一条苏黎世的主要干道可以看到蛮多人的，然后两边很多商店。在苏黎世这边大概简单看几个景点之后，然后就要前往圣莫里兹啊。那如果你们跟我们一样是已经先买好 Swiss Pass 的话，就不用在这边继续买票，你就靠那张 Swiss Pass 的 QR code， 就可以这几天基本上都可以一直搭一直搭。车站里面有一间 Coop 其实是瑞士这边的超市，看看能不能够有一些便宜的好货。可以，有那种通心粉，然后一个6法郎。凯撒沙拉。它这边凯撒沙拉跟酱是不是分开卖的？酱是要0.8法郎。那如果你想要再吃更健康一点的话，这边还有优格，一份这样子大概是5法郎左右。这东西看起来有点酷。就是你自己可以去榨汁，然后这旁边有这种保特瓶，看起来就是让你在这边接的，也是要几百块。柳橙汁比较热销，这保特瓶剩1个，看这边榨过很多的痕迹。刚才来找矿泉水，发现新大陆了，1.1法郎，台币大概40块吧。这样一份看清楚了，这边物价真的蛮高的。终于找到一些是热的可以吃的东西，每一包的重量不太一样，价格也不太一样。我有看到一包5.6的，拿一只烤拌鸡跟一个这个通心粉，结账。这边也是很方便，可以自己自助结账。我们家买这2样14.55法郎 ，credit card 感应的可以。在苏黎世车站这边上厕所很酷，你要先来自动贩卖机这边买这个 WC 的，有点像票券的东西，个人的票券是1.5法郎，也是可以刷卡啦。跟我们在德国那种直接付现金的不太一样，这是实体卡这很好笑不得不说它的厕所是真的蛮干净的，完全有1.5法郎的价值。洗手台都还是用热水，然后Dyson的那种干净，你还可以洗澡，蛮特别的体验啊。现在拿完行李要来9号月台这边搭车，1点38分有一班，然后2点多也有一班。我们上车了，但是因为太晚上来，放行李的地方都满了，只能找这种4人座的地方。因为行李箱真的太大，所以我跟小猪分开坐。那还有一卡小的塞在上面。小猪现在正在开心吃着我们刚刚买的东西，鸡肉闻起来很香。哇塞！好香哦！
对面是我们刚才搭乘的列车，那我们现在到库尔这一站转车，要再继续搭2个多小时才能够到圣莫里兹，转乘的非常频繁啊。对，是日常。瑞士日常，我们基本上每住个1、2天就要换个饭店了，就要移动。我们会一路从苏黎世玩到日内瓦，行李放在这里。然后这次有跟朋友借这个锁，因为也是怕瑞士这边会不会遇到一些坏人把行李偷走。出来玩还是小心谨慎一点。搭了快3个多小时的车，终于抵达圣莫里兹啊！沿路都是这种雪山雪景，我靠！一下车就是看到这个景色，太美了，美到爆！各位，你们现在眼前看到那些饭店啊，价格都是我们住不起的价格。当初在查资讯的时候，1个晚上都要好几万块。圣莫里兹这边呢，夏天跟冬天这边都算瑞士的一个度假胜地。预计要坐601的车来了。前面这间灰色的，就是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饭店。旁边呢，刚刚有看到一些店家，包含我们今天在苏黎世车站的 Coop 也有，所以算是还蛮好买东西的。我们现在就来去 check in 吧。它的大厅，这是它柜台，简单填一些资料。今天的房间小巧可爱，一进来这边就是挂衣服的地方，走没几步就看到我们的床了。它在床上还有放那个瑞士巧克力。饭店这边有提供水，太棒了，我超渴的。它这边有个小阳台可以看出去。我们刚才就是从对面下公车，然后走过来，然后来看一下它的浴室。浴室也没有很大，一个简单的洗手台，然后干湿分离。这边是马桶，简简单单1个晚上，但是我记得好像也不便宜。跟各位报告一下，这间非常精简的房型，1个晚上要价1万块，不过算干净啦。但是你就会发现到说，瑞士这边的物价真的不是那么的便宜。还好明天早上有早餐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又要去附近的 Coop 找一下便宜的东西来吃。最精简的方式，活出最贵的人生。哎，你这句话讲得很棒。仪式感要自己来。OK， 仪式感靠自己经营。住不起的那一区都是精品哎。圣莫里兹这边就是路上都是名车。旅行小知足的好朋友 ，Coop 超市又到了。进来就看到门口很多瑞士相关的纪念品。熟食区，2只小鸡腿，3.6法郎啊。超市因为它是开到晚上7点了，现在6点多，它直接打对折，有蛮多都是这样。你看像这一盆大沙拉，原本是7.2，你如果用7.2法郎看起来就很贵，但它现在直接对半，3.6，哎，好像就吃得下去。这边也是很多蔬洗也是打对折，我看到那边架上的 potato chips， 感觉随时要爆开来。这是Coop 自己出的，这一瓶1公升好像才1.95吧，算2法郎，这样74块。牛奶在这边没有算很贵。龙泉那边不知道89块。果然是常逛全年的女子。哎，这感觉很酷哎，这个甜点那种蛋糕，2.95哦，很多这种打对折的都可以买。那个蓝莓 cheese 看起来不错，但这个也看起来不错。算3法郎，100块。面包区，面包不贵。都在2块法郎以内。走上来2楼，直接发现红酒、白酒区啦。来到瑞士一定要看一下红酒。平常有在喝红酒的人一定会知道说，其实瑞士也是很厉害的产红酒的专区，就是他们自己国内的红酒产量都不够他们自己人喝，所以他们很少外销。这边的 Coop 也是有自助结账的功能，采买了一些饼干跟饮料，还有今天的晚餐。因为我们明天要去搭冰河列车，所以我们可以在列车上面简单吃点东西。这个就是我们刚刚拿的沙拉，打对折才3.35法郎，这个也是有打对折的。小猪最后拿了这个焦糖的 cheesecake， 1人2只小鸡腿，这是乐食。等一下来看一下结账会多少钱，确认一下你扫描的东西都有没有在上面，没问题的话你就可以按配了。今天总共买了23.3法郎乘以37，总共花了862块。刚刚结完账之后，跳出一张这个翻译了一下，它上面是讲说可以到上面去换一杯免费的热饮。
身为免费仔的我们，绝对是要出发去换起来的。耶、我们成功兑换到咖啡了，没想到我们今天的第一杯咖啡是免钱的。它原本要卖的话，一杯是3.45法郎，可是它就是在这边喝完的感觉。喝完免费的咖啡，想要回家啦。今天就早点休息，明天准备要来去搭冰河列车。大家晚安，拜拜。OK， 这集影片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谢谢大家。